反俄制裁失败，西方并不承认，堵不住生路，那就堵住俄罗斯的嘴。西方开始捂住自己的耳朵，这样就听不到嘘声了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虽然在俄乌局势中，外界认为俄罗斯很快就能胜利的结果没有出现，但是被西方全面制裁后，俄罗斯的动荡也同样没有出现。集整个西方世界之力，本以为俄罗斯的经济至少会萎缩20%，结果现在的情况却是俄罗斯的经济最多只萎缩了3%到4%，甚至俄罗斯的经济即将触底反弹，开始慢慢出现正增长。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生路并没有被西方堵死，这个口子已经被俄罗斯撕开，而且这个口子还越来越大。毫无疑问，西方的反俄制裁失败了，而且西方反俄制裁的失败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。西方本以为只要整个西方世界动起来，国际社会就会出现一面倒围攻俄罗斯的场景，但是这样的一幕不仅没有出现，在俄乌局势中保持中立的势力还表现出了与西方正面硬碰硬的实力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西方孤立俄罗斯失败，反俄制裁无效也是很明显的。那么这就注定了反俄制裁的失败，西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罗斯绕过制裁，这也就让西方产生了更加严重的自我怀疑。现在反俄制裁达到这个地步，几乎是找不到俄罗斯还有什么可以制裁的方向。这样的反俄制裁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欧盟后面的几轮制裁，即便是美国的施压，也花了好久才酝酿出来。如今这新出台的第10轮制裁，更是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投票才得以出现。这便充分反映出了西方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制裁俄罗斯，或者说呢，还是回过头来收拾国内问题的纠结当中。而且这样一个纠结的心态，随着乌克兰的劣势越来越大，已经开始摆脱制裁的俄罗斯，逐渐对西方发起反制而愈发的严重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西方其实很想回头，尤其是身处漩涡中心的欧洲。可惜的是欧洲被美国挟裹着卷入俄乌局势，那么欧洲的生死就已经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了。有消息指出，前不久呢，还在跟泽连斯基勾肩搭背的法国和德国，已经有考虑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谈。之所以是晚些时候，也很简单，西方还想继续观望一下冲突的走向。毕竟呢，西方这才刚给乌克兰提供了主战坦克，现在还在考虑提供战机呢。这武器都给了乌克兰，自然也很想看看乌克兰能不能给西方一个惊喜，能不能扭转战场上的颓势。与此同时，继续观望1年，西方也是想观望一下俄罗斯是否真的开始了制裁的影响。所以今年必然是俄乌冲突的关键1年，将决定冲突的最终走向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想要继续观望的西方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，在背后推动俄乌局势升级的美国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所以西方必然还会有所行动，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。那么至于西方会怎么做，从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0轮制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欧盟仍没有完全与俄罗斯能源脱钩，甚至都没有如之前所强调的那样，将反制俄罗斯的制裁扩大到核能领域。这次欧盟制裁的重点反倒是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媒体，打压俄罗斯的发声渠道。毫无疑问，西方这就是看堵不住俄罗斯的生路，那么就想要进一步堵住俄罗斯的嘴。西方呢，也算是开始捂住自己的耳朵了。反俄制裁失败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，却还要顶住国内的反对浪潮继续下去，
西方只能强装出一副并不承认反俄制裁失败的样子。毕竟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就听不到反俄制裁失败的嘘声，西方民众只能听到好消息，那么也能让西方国家减少一些来自国内的舆论压力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